今天既然各位兄弟都聚在这儿，那么有些个事情应该说清楚吧？老我，既然相安无事，我看就不要节外生枝了吧。老五，今天各位当家的心情都不好，有什么话以后再说。等，你少废话，闭嘴！老大，要说节外生枝，今天在这里是生我三兄弟的枝，我老五没说错吧？这不都他娘已经解决了吗？大哥，就说你各打50大板息事宁人，可这50板子也只是落在我3人身上，让我等吃饭惊吓，而发我三兄弟难的人，却反而落个逍遥，这欠公平吧？你小子到底想怎么样？我老五倒有2问。说，这一问，黑风洞本可以利用保安团的手，向磐石堡的新夫人柳双儿发难，可嫂夫人却偏偏要袒护，强令兄弟们不得插手。兄弟倒要问问，嫂夫人既为老大一家人，黑风洞的内当家，谈何辅佐老大向磐石堡讨还血海深仇？他柳双曾经是红军的人，我把他送给保安团，那我成什么东西了？再说了，我同磐石堡有仇，但同那个柳双却无恨。更何况，那妹子曾经仗义的放过我一条命，这事儿需要再提。说第2件。好，我这第2问，黑风洞起了风波，弟兄们议论纷纷，说嫂夫人扶植亲信培植此党，意在架空大当家和在座的各位当家的。对这种议论，老大又作何感想？放你个屁！号令山寨是我明令的，拘什么心拘心？夫人有这个能力。你个老五，竟敢挑拨我们2口子啊！都给我听好了，今后谁要再敢瞎说，我就割了他的舌头。站住！转过来。夫人，为什么要这样？马九对不住夫人。回答我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夫人若要逼我，马九就冒死一问：妖鬼佬、山鬼佬、河鬼佬，同大当家的什么关系？大当家的又是夫人的什么人？夫人，3位当家的同大当家的是结拜的生死弟兄，大当家的又是夫人的男人。可我马九是什么？是喽啰，是草芥。马九与其为平息当家们的争端殉葬，倒不如吃些闷亏苟且的活着。马九唯有出此下策。倒是夫人仁慈仗义，马九昧着良心开罪夫人，请夫人宽恕。
夫人，马九说的话有道理啊。你跟踪我？不敢，项某是怕夫人冲动，责罚马九啊。夫人，老五他们3个逼着马九去保安团，坏夫人结义姐妹柳双儿，这可是一箭双雕啊。马九若是照办了，就是为他们3个报复夫人做了娼，夫人自然不会饶过他。好在马九是听命于夫人的，没想到却惨遭毒打，这便又随了他们在黑风洞杀一儆百、拆夫人台的意。马九难呐，夫人莫怨马九对夫人是忠心耿耿。老五是老大的铁杆兄弟，是黑风洞最为跋扈之人。更遗憾的是，他们3个串在一起，与夫人作对，势必会影响夫人号令黑风洞众兄弟，更有甚者，会影响夫人和大当家的关系啊。那夫人何意？他们3个串在一起不好对付，那我就一个一个的收拾，直到把他们收拾的叫苦连天为止。表哥，玉环，表哥又去自卫队啦？一个人面对着几百个弟兄，凡事多。表哥可要多注意些自己的身子骨。自卫队那边不是还有秦大栓、秦彪他们呢吗？少跟我提秦彪这个混蛋。来，先喝口热茶，该吃晚饭了。告诉他们，送到房里来吃。为什么？满桌子二奶奶、二奶奶的叫，得听着烦不烦？我能不烦吗？不过现在大家伙都知道了，那场拜堂不过是老夫人啊逼出来的一场闹剧。看出来有什么用啊？我什么时候才能解脱呀？其实啊，解铃还需系铃人，关键还是玉环。啊？玉环是这场闹剧的一个牺牲品，只要她明确退出了，妈也没什么办法。毕竟捆绑难成夫妻嘛。不过，最让我心酸的，还是看见她天天独守空房，备受冷落。嘿嘿。其实啊，我早就看得她心酸了，怕你不高兴，没表露出来。哎，你这叫什么话呀？啊，你就是个有情有义的男人，我就是河东狮子。狮子怎么了？没有你这头小母狮子的帮助，我能夺到堡主之位吗？啊？行了，你少跟我贫嘴。好好好，不贫了，听你说。说过了呀，解铃还需系铃人，关键在玉环。说清楚点儿。短兵相接。短兵相接。谁啊？表哥。表哥。表哥是来找我的吗？我和双儿想跟你说点事儿。那进来吧。
难为你陪着环儿在这大宅里住了这么些日子，连花溪寨的家都顾不上，还不都是担心一双儿女的事儿吗？大姐，你可是听说了一些什么吗？你是说少武跟环儿的事儿？是啊，下面议论着呢，说什么的都有。说少武啊，满盘是宝的表白，他只拜过一回天地，妻子是柳双儿。谁要是敢当面问他什么二少奶奶的事儿，他敢抽人耳光。还说，环儿自打拜堂的那天起，少武就从来没有光顾过，独守着空房。还有说的更邪乎的呢，说那晚拜堂啊，根本上就是被老姐姐逼出来的一场闹剧。这个孽畜，明天我就要好好的去问问他。表哥，玉环，我是真心的，我真心的想好好侍奉表哥。我心甘情愿的同你们生活在一起。玉环，这不是你一个人心甘情愿的事儿。我告诉你们，我爱双儿，心里容纳不了第二个女人。我更不可能娶二房，像我爹一样变成个老封建。那为什么还要拜堂？那不是你娘和我娘逼的吗？玉环，少武当时迫不得已，他只能这么做。我们都不想看到老夫人再受到伤害，也不能看着大宅再次陷入混乱。要不是你表嫂拦着，我真想不顾一切了。果然是个算计，是个骗局。玉环，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你很残忍，我跟少武心里也很不安。可是你想过没有，我们都是女人，这件事情对我又何尝不是一种折磨呢？在那种逼迫下，我们只能先用这样的办法缓和和老人们的冲突，也算尽到我们做晚辈的孝心了。可是日后呢，在这样没有感情的包办婚姻里面，对我们三个都是一种伤害，尤其是对你，更是不公平。玉环，我们都还年轻，我们应该站起来反抗，反抗这种丑陋的封建制度对女人的这种压迫。玉环，你相信我，你应该有一个更完整的婚姻，也一定会有的。老夫人，亲妈，什么事儿？少保主进了二少奶奶的房。是吗？是吗？老夫人让我盯着呀，我便一刻不敢疏忽，看得可真切呢。好，我的环儿总算是盼来了造化。少武到底是个孝顺的孩子。可是奇怪什么呀？少保主进二少奶奶的房，大少奶奶为什么要跟着呢？老夫人说你是个什么弘扬学生，果然教训人是一套一套的。你说，你想让我怎么办？结束这一切最好的办法，就是你主动退出。我要是不答应，你怎么这么不可理喻啊？玉环，你就真的稀罕这个有名无实、狗屁的二少奶奶的名分吗？少武，别管。玉环，我已经下定决心了，绝不承认这个荒唐的婚姻。不管他是谁，用要死要活逼我，没有用。我们从今往后只能是亲人，你只能是我的表妹，其他的别想越过雷池一步。玉环。
记得你对我说过的话吗？我当然记得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为了要把你夺回来。我是秦少武的，我要把我自己留给他，留到他回到我身边的那一天。我只想让那个女人从他身边离开，让他去死。玉环，你能不能清醒清醒啊？啊！你对秦少武那么用情，他秦少武领你的情吗？他秦少武是个什么东西，你到现在还不清楚吗？啊！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傻呀？啊！你知道吗？他那样对你，我现在都想杀了他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玉环，吴姨娘有事吗？跟老娘说实话，你这个大宅的二少奶奶是不是被秦少武和柳双儿给耍了？关你什么事儿？我是关心玉环姑娘，还是个花骨朵，好日子还没开始呢，就被毁了，怕是咽不下这口恶气。吴姨娘想说什么？你随我来。进来。别紧张，我给你看样东西，你就知道，我同你一样是个苦命的人。玉环，你没想到吧？我徐小妹贵为堡主大宅的武姨娘，竟然也干起了这样的勾当。你为什么也这么恨我表哥？母凭子贵，有了他，我在老太婆面前已经不是个人，是个残花败柳。玉环，我问你，秦少武和柳双儿恩恩爱爱，木已成舟，你失去的已经永远失去了，难道你就不恨吗？只要有那个女人在，你对你表哥就只是一场梦。柳双儿不是个简单的妹子，她才来这儿几天，就把整个磐石堡搞得翻天覆地，整个堡子里的人都奉她为神灵。玉环，你还看不明白吗？你表哥爱她爱得死去活来，你这个二少奶奶就算成了真的，也要独守空房，在遥遥无期中枯萎，甚至愁死。武姨娘倒是把事情看得透，那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我倒是有个办法，一定整垮那个女人。你尽管说。从宋妍身上做文章。什么意思？你大概能记得，老夫人说过，柳双儿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斯斯文文。她为什么不出门？因为她有人陪着。
晚上是秦少武，白天是宋妍，他当然不寂寞。双儿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儿。双儿，算了，我还就不信了呢。小心！玉环小姐，你让他这么做很危险，你知道吗？玉环，你就别再做你二少奶奶的梦了。老夫人也不好把儿子同你强扭在一起，要报复还得靠自己。把目标转到宋妍那个书生身上去，在他身上试一试。你那么漂亮的妹子，他要是对你没感觉，那么就一定是和柳双儿不干净。你还怕找不到报复柳双儿的机会？可是你别忘了，宋妍她是表哥最好的朋友，他怎么可能？好朋友又怎么样？朋友之间，难道女娼的事情多了？你表哥是什么样的人，你比我更清楚。他从小霸道惯了，吃不得一点亏。谁让他吃了亏，他亲爹也敢反，还在乎个朋友。你想想，要是他发现他老婆对他不真，那么柳双儿会有好日子过吗？秦少武不休了他才怪。老夫人，走啊！哎，咱们直接进村啊，夫人。在这设伏不挺好吗？他一个都跑不了。对，嫂夫人高明。武当家的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说？嫂夫人，实话对你说吧，村子里边抢东西那帮王八蛋，他们的当家的老五我认识，他是兄弟我昔日贩卖私盐的结拜弟兄，8拜之交啊。嫂夫人这手底下可否留些情面上？怪不得武当家的要进攻村子，你是怕他吃了埋伏，明火执仗，想放他一条生路，对吧？嫂夫人看到老五的心里去了，但这事儿可否变通变通啊？武当家的，那你说说看，怎么变通？啊，一会儿他们进入咱们的伏击圈，嫂夫人呢，先别忙着下令开火，兄弟我去说服他们归降。嫂夫人不也说过吗？要收降个山头，壮大我黑风洞嘛。收降当然好，那一会儿就看武当家的手段了。嫂夫人放心，那帮王八蛋，只要听见我老五的名号，没有敢不买账的。这事儿啊，包在我身上。夫人，哪儿那么多废话？再废话我毙了你！滚！走！快点，跟上！赶紧的！女生这样，快走去！一哥，我叫黄九事。怎么不认识了？哟，黄大哥！我可告诉你啊，你们现在已经被我们黑风洞给包围了。
你这为了兄弟，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？你给我放明白点儿。我本来可以把你们这帮鸟人一锅给烩了，但念在你跟你哥哥我是八拜之交，今天啊，我给你指条生路。来，把枪都放下。黄大哥，有话您尽管说，兄弟没有不听的。跟我回黑风洞，只要你听哥哥我的，日后啊，咱兄弟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，祸福同当。黄大哥，只要你能保证日后兄弟我不受委屈，我们听你的。那还用说吗？有哥哥我的，走。兄弟，您这几天看来混得不错呀。这今年不见大哥，大哥大发了。兄弟，这都什么意思？走啊！我要跟着你哥哥上山，保证你啊吃香的喝辣的。大哥，你怎么说？兄弟，不干，明白，没问题。快点，走！老夫人，我兄弟挨刀鬼刘二，愿意率领他的兄弟们归顺我黑风洞，特意啊前来拜会嫂夫人。刘二，这个都是自家兄弟了，还不快拜会嫂夫人？快去！快去！久仰夫人大名，我雀山刘二带所有的弟兄拜见夫人，承蒙夫人收留。夫人，你就是我们武当家的拜把弟兄啊？正是。今天要不是黄大哥慧眼认出我险些就跟夫人闹了误会了。很好，欢迎你们归顺。从今天起，你们就是我黑风洞的人了。谢夫人，我等愿意追随黄大哥，归顺黑风洞，无怨无悔，甘效犬马。嫂夫人，把这帮王八蛋调在我老五手下吧，保准啊，把他们调教的服服帖帖的。调在你手下？是啊，嫂夫人，咱黑风洞有规矩啊，哪个当家的带领的人马，就归哪个当家的调遣啊。好，这武当家的倒提醒我了。马东子，他娘的怎么回事啊？马东子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他们是山下村里的人，他们就是被那帮人给祸害的。现在他们听见夫人在山上，就跑来求夫人帮助他们做主。武当家的，这是你这个拜把弟兄干的好事儿。嫂夫人，可他已经归顺了呀。归顺了才好。马当子，宣读黑风洞律令。黑风洞律令：一，不许欺负弱小，只同土豪恶霸为敌；二，不许欺负妇女；三，没夫人允许，任何人不许无故酗酒。上述律令一经违反，夫人以枪为证，必将重罚。武当家的，你看看你这个拜把兄弟犯的是哪条啊？黄九少，你小子骗我！都别乱动！谁要敢乱动，就是刘二的下场。兄弟，兄弟，冤有头，债有主。今天我只杀刘二这个挨刀的，以后弟兄们只要遵循我黑风洞的律令，记住这次教训，那就是我黑风洞的弟兄。兄弟们，还不快拜谢夫人！
怎么了？姐姐，你是不是累病了？还是先坐会儿吧。你把武当家整的多痛苦啊！兄弟们却挺高兴的，是不是？你再歇会儿吧。走，拉我起来。哎呀！大哥，事儿都办完了，我才明白被他给耍了。他是借我兄弟的一颗人头，恩威并施耍威风，好让刘二那些个兄弟呀，日后对他那个主子服服帖帖的。老五，黑风洞早有律令山规。再说了，夫人本身就是个主子，把刘二的人收拾得服服帖帖，那也是为了黑风洞啊。放屁！他是怕刘二日后成了我老五的人，心里面啊不舒坦。老二，你休打马虎眼啊！夫人她解救俺们兄弟的人，自己却在培植亲信，安插在关键之处。哎，最明显的就是那个马九，哎呀，对夫人那叫一个感激涕零，唯命是从啊！山里山外，他站的那可都是要命的位置啊！阴阳两手，这个女人手段狠啊！黑风洞日后在江湖上，怕是只有他这个夫人，而不知还有你遮半天这个大当家的喽。自从你有了夫人，就没了主见。怎么会成这样呢？还不是因为大哥这棵久旱的禾苗被夫人的雨露滋润的过了头，自己都甘心。夫人是遮半年头上的云彩。完了没有？都把嘴给我闭上！大哥，老大哥，三哥，我看啊，好戏要开场了。有事儿？有事看完病再说。大当家要是闲得慌，就把我那把猎枪擦一下。我今天杀了一个犯山规的人。说的轻巧，随随便便就把一个人给杀了，啊？你这样做就喜脉，夫人。啥？大当家的，小的诊到了喜脉。真的？小的敢以性命担保，夫人怀有了身孕。恭喜大当家的，恭喜夫人。马大子，在，快，带郎中去领赏，重重的赏，快去！夫人治理黑风洞时日无多，可黑风洞的景象那是有目共睹的，你们也都是当家的，何苦要落井下石啊？搞得老大和夫人不和，这有悖江湖道义呀！二哥，你对嫂夫人事事偏袒，充当善人，莫非不是有什么企图吧？江湖道义，江湖道义说得好啊，二哥，你可别忘了道上的规矩啊！老五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那还能是啥意思啊？哎，兄弟妻不可欺，老五是担心秀才你啊欺了老大的妻，被剥皮抽筋啊，点了天灯。还有凌迟啊！你们几个龟儿子，我相中你，认你们做股东。哎，秀才，别走啊！夫人真是天大的喜事儿，老子这半天有后人了。慢慢放。你说吧，这怀孕了，
我才想起来自己还是个女人啊。我现在也知道自己该当爹了，他龟儿子的。从此以后不说脏话，车辆马厩到洪江镇都能去自助品来。不，不用了，我没那么娇贵。再说了，这洞里边都是清苦的兄弟，不好。娇贵，来。哎呀，当然的，娇贵，你是老子的仆人，肚子里有老子的儿子，当然娇贵。秦小姐早。宋先生怎么不对我的歌啊？我不会唱。你不会？宋先生会吟诗，却不会唱歌，鬼才信。那是两码事儿。其实不难，我可以教你啊，就是把心里想说的话唱出来就可以了。宋先生，知道我们这里的风俗吗？是什么？先生只要能对上妹子的歌，妹子就会跟你走。你想怎么样都行，随你。秦小姐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真是没想到，我儿竟然如此荒唐，委屈了环儿，还耍了我这个当娘的。大姐，我看未必是少武一个人在作祟吧？哼，一对小冤家，我是都要教训的，定要还环儿一个说法。大姐，强扭的瓜也不甜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少武好赖也是个堡主，用不得强。算了，这怕不是你的想法吧？大姐看得准，谁不想攀上大宅这个高枝儿啊？是我们家环儿受不得委屈，不想做什么二房了。哎呀，可怜的环儿啊！不过大姐，环儿好像有了个新的想法，如果能议成，大姐和我这个当娘的心里啊，就一定能舒坦些。环儿有想法了，这我倒是要认真听听的。妹妹，你快说给我听听。环儿对宋妍那个后生，倒像是有了些个意思。是吗？昨个一晚上，环儿唠唠叨叨就没离开过人家宋先生。什么人长得俊啦，斯文呐，书读得多了。哎，大姐，我看这事八成有谱。哎，我倒觉得这事儿是件好事儿。大姐、三姨，你们看哈，这一呢，少武和那位宋先生好的巴不得穿一条裤子，玉环又是少武的表妹，这同亲上加亲又有什么区别？这二嘛，少武毕竟是负了环儿，这人情该还上。这倒说真了啊，大姐，你以为我还能拿我的宝贝女儿打哈哈呀？我丢不起这个人我。
雪还是惊雷，梅花不怕风吹，熬过冰雪的疲惫，等待春暖的珍贵。前方挡住了谁？目光没有后退，战火走出的姐妹，越过生命的堡垒。狼烟中的玫瑰，穿过迷雾不能后退，经过不让虚美，谁说只会流泪？信仰也有是非，只是我无法奉陪。千山遇上万水，眼中还有热爱，还有热爱。狼烟中的玫瑰，穿过迷雾不能后退，经过不让虚美，谁说只会流泪？信仰也有是非，只是我无法奉陪。千山遇上